嗨，大家好，我是黑客斯。今天呢，要来讲一个有点难的东西。用电脑安卓模拟器来玩手游的人呢，很多都需要开多账号，然后开大量的分身。那目的呢有很多种，有的呢是要用外挂程式，有的是工作室代练打宝。那不管目的是什么官方为了防止这些行为，都会依照 IP 位置来抓这些分身账号，像画面中这样子，每个视窗都是同一个 IP。那这个呢会对玩家造成很多的困扰。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让每一个分身视窗都使用不一样的 IP 位置，让官方没有办法因为同一个 IP 而抓你。那这个技术呢叫做一线多播，顾名思义就是一条线路播很多个 IP。那有些人会在网络上买那个硬体的多播器，人家设定好之后卖给你用，但是呢其实不需要买，软体就可以达成更好的效果。今天我会用中华电信光世代网络来做示范。如果你是第四台的网络，前半段的教学都一样，只有最后在设定连线类型的地方会有所不同。那我们必须先准备以下的软体。第一个 FutureBox 虚拟机，直接在官网下载 Windows 版本，下载回来之后呢，直接安装一直下一步就好了。第二个多播器的这个路由系统，那它其实就是 Linux。那目前的主流呢是用高格。好，那这些软体的下载连结呢，都会在这个我影片下方的这个说明里面呢，会有这个网页内容，大家可以去那边直接做下载。那这个高格的系统呢，你下载的时候一定要去抓 ISO 档。好，那我是用最新版的啦，那旧版的我自己用是有问题，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那下载回来之后呢，它的副档名一定要是 ISO 档，如果不是就表示你抓错档。好，那接下来呢，我会一步一步的去教大家怎么去操作，去设定这个系统来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打开这个安装好的这个 FutureBox 的软体。好，那这个画面上呢，我们直接按新增。好，然后呢，取个名字就叫做一线多播系统吧。那资料夹你要自己选定你自己知道的这个目录，然后类型呢是选 Linux， 那版本选 Other Linux 32位元。好，那下一步之后呢，再来就是记忆体的设定，我们只需要给它256 MB 的这个记忆体就够了。好，然后下一步，好，选立即建立虚拟硬碟，然后呢，下一步。好，那再来是这个档案位置的大小，这边随便啊，你要给它多大？好，那我直接给它1G 就够了。好，然后呢，左边会多一个你建立好的多播系统，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设定。好，那这个新视窗的左边呢，有一个项目呢叫做显示，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视讯记忆体调成1 MB 就够了。因为它基本上是纯文字的啦，所以根本不需要用到什么显示记忆体。好，然后进去呢，左边有个存放位置的项目，这个光碟机呢，那个空的，好，那个图案点一下，然后右边呢就会有一个光碟图案，我们按一下，然后下拉呢可以这个选择磁碟档案，然后选择你刚刚下载回来的高格 ISO 档。好，那像我这边已经选过了，所以它就是在这个下拉式选单的时候会直接秀出来。那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呢，这边是空的，你要去选择你刚刚下载回来的这个高格的 ISO 档。好，那再来呢，左边的这个音讯的项目呢，我们把这个启用的勾勾拿掉，因为我们用不到音效。好，然后就把它关闭。好，那再来呢，进去左边的网络的选项，这边就很重要。第一个附加到这个地方呢，要选桥接界面卡。名称这个栏位呢是要选择你电脑的这个网路卡的名称。那像我这台电脑，它的网路卡是用 Lenovo 的 USB 的这个网卡。那你们一定跟我不一样，你们要选择你们用的网卡名称。然后进阶，它里面有一个界面卡类型，要用预设的这个 PCNet Fast 3 AM79C973，用这个预设的就好。好，那再来这边很重要，点一下界面卡2的分页。那这个名称呢，选跟刚刚同一张网路卡，像我是这个 Lenovo USB 的网卡，要选跟刚刚一样的同一张网卡哦。好，然后这边很重要要额外设定图中这个进阶的地方呢，混合模式要改成全部允许，一样界面卡的类型用预设的这个 PCNet Fast 3。好，那再来呢，左边 USB 的项目呢，勾勾把它给拿掉，因为我们用不到。
好，那就设定完成了，我们直接把它开机，然后按那个启动，然后等它跑出这个安装的画面。然后呢，我们要按1，然后按 Enter 开始安装系统。然后再来呢，它会出现说是否要格式化，我们按 Y Yes， 然后再按 Enter。安装完成后重启。如果你的滑鼠卡住出不来，就是你动滑鼠都找不到你的鼠标哦，我们要用你的键盘右边的 Ctrl 才可以把它从里面跳出来，然后你的滑鼠才可以动。好，那重启之后呢，又会跳到刚刚安装系统的画面，所以我们要先关闭这个虚拟机。我们直接按右上的叉叉，然后选关闭电脑电源，然后按确定。然后我们对刚刚的系统呢按设定，然后呢进去左边的系统的项目，把它的这个光碟机的项目的那个勾勾把它给拿掉，让它不要再用光碟开机，因为刚刚系统已经安装好了。好，如果你不拿掉的话呢，它就会一直反复在这个光碟开机安装的这个流程呢一直在跑，所以我们这边要把这个光碟开机的部分把它移除掉。然后你也可以在存放装置的项目里面把光碟机把它给移除掉，让它不要再读那个安装的 ISO 档。好，那再来我们重新把这个多播系统开机，然后正式的进入系统。然后它开机完跑完之后呢，会停留在这个画面上面哦。那这个高格系统的 IP 呢，它的预设位置是 192.168.1.1， 通常这个都会跟你们家的 router 或者是数据机小乌龟等等会冲突，所以我们要修改它。我们按2，然后再按 Enter， 然后设定一个完全没有在用的 IP 位置。那我这边用 192.168.1.100 来做示范，然后按 Enter。然后子网路遮罩呢，一样就3个255，然后点0，然后再按 Enter 完成。好，那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图中这个 ETH0 的部分，它有时候会显示红色的字失败，那我也找不出原因。有时候重开几次机就好了，那要绿色的这个已连接才是正常的。好，那到这边呢，这个多播系统的 server 端已经设定完成了，我们把它开着，我们不要关闭它因为要让它在线上运作。它现在呢已经是你的网络里面的一个 router 的成员它负责后面我们要设定这个安卓模拟器的 IP 对应这个路由的转送。再来呢，我们打开你这个网络上面任何一台电脑那基本上就是你现在在使用的电脑。然后呢，打开浏览器，输入刚刚 192.168.1.100， 就是刚刚前面我们步骤所设定的 IP， 然后呢就会进入管理界面。好，那这个管理界面呢，一开始呢账号密码都是 ADMIN， 然后第一次在登录的时候呢，它会强迫你改密码，你就改吧。好，那下一页之后呢，线路的类型呢，我们选择不使用该接口，然后下一步。好，然后呢把 DHCP 关掉，以免你家区域网内如果有其他 router 会有这个 DHCP 的冲突。好，然后我们直接下一步提交。好，然后它就会开始跑，这边会跑蛮久的，就等它吧。然后跑一跑就会出现在设定的首页，然后右上角呢可以把这个后台系统的这个语言呢改成繁体中文。好，那再来呢，我们进入这个设定一线多播的流程，这边就开始设定了。好，我们在左边的选单里面呢有一个留空多线，好，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再进入下面的单线多播，然后呢再点一下里面的这个新建，然后下面会多出项目绑定接口呢要选择 WAN， 然后账号密码呢输入你这个中华电信光世代这个的账号密码。然后并发多播呢，我们要选那个不并发多播，就是避免这个 ISP 的业者呢把你认为是攻击者。那拨号个数呢，要看你是打算要拨几个 IP， 那其他呢预设就好。那中华电信一个账号通常都会给8个 IP 位置，如果你没有动过设定，通常小乌龟上面会有一个硬拨在上面，所以你只会剩下7个 IP 位置。那如果你又有用其他的 IP 分享器，可能可以用的 IP 数可能又会更少。所以呢，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网络状态。那运营商呢，选其他运营商，然后上网类型及带宽呢，我们设定100M。设定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按提交。好，那左边的系统状态我们点下去，然后呢再选概览，拉到最下面，就会出现你设定好的这个 PPPoE 连线的状态。那如果你设定8组 IP 呢，就会有8个 PPPoE 连线的状态在下面。
那这边呢，我只示范2组，因为我其他的设备呢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只剩下2个 IP 可以用。那你可以针对呢每个 Win 的端口去断线或重新连线，或编辑它的设定，然后让它重连，换一个新的 IP， 都是从这边去做设定。那你也可以到这个左边这个网络设置、外网口设置，然后看到你设定的多组连线，Win底线 N1 Win 底线 N2， 那这边我只设定2组，所以只看得到2个。那如果你设定5组、6组、7组、8组，那这边就会有5、6、7、8个分页，可以让你看到每一个这个端口的这个设定值。好，那再来是设定规则让你的安卓模拟器呢，它可以透过设定好的多播器，每个视窗呢走单独的这个 Win 的 IP 出去。好，那左边的选项呢，我们选流控多线。然后呢，选多线策略，然后再选一样叫做多线策略。好，然后模式呢选这个负载均衡，然后线路呢我们选 Win， 然后类型，然后我们选原加目的位置，然后按提交。好，然后左边的选单呢，我们点这个策略路由规则，然后按启用，然后再提交。然后我们再来点那个加号的新建，建立新的规则，然后按照图中所示输入必要的资讯。然后我画面都框起来了来源内网的 IP 类型呢，我们选 IP 地址，然后来源内网 IP 范围呢，我们要输入呢 192.168.1.101，这是我自己设定的啦那 dash 要一个 dash192.168.1.102。好，那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点101跟点102这2个 IP 都要强制走 Win 底线 N1 这个 IP 出去。好，然后第3个指定出口，我们就要选 Win 底线的 N1， 然后呢，在强制指派的部分要启用，然后其他都预设不要动。好，那这个第一个规则我们设定好了，然后再来呢，我们回到这个策略路由规则。如果你要开多个模拟器挂多个 IP 呢，要再继续建立下一个，就是要一直建立，看你要几个啦。那我这边刚刚前面已经建立好1个了。好，那我们再来建立第2个类型。好，一样我们这个来源内网的 IP 类型呢是 IP 地址，然后第2个呢，来源内网 IP 的范围呢，这次我用 192.168.1.103 斜线32。好，那这个意思它指的是说，我只设定这一组 IP 要走这个第2个端口出去，然后后面呢就是要加一个斜线32。好，那它这个就是遮罩的意思那这边就是反正照做就好了。如果你只要指定一个 IP 走1个端口出去的话，那它的格式呢就是像这样子。好，那第3个指定出口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Win 底线 M2 就是走第2个，然后呢强制指派呢一样启用，然后其他一样都预设不要动。好，那我们现在就设定完第2个了。如果你有5个、6个、7个、8个，那就是一样按照这个规则，你指定的 IP 位置出去要走哪一个端口。好，那到这边呢，多播器 server 端呢跟路由设定呢都完成了，所以我们这个浏览器可以关了。但是刚刚那个 FutureBox 那个多播器的虚拟机不能关你要把它开着，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硬体的这个多播器在线上运作，所以你不能把它关掉，关掉就没作用的。好，那以上设定完成呢，再来就是这个安卓模拟器端，就是我们玩游戏端的设定了。那这边我用这个逍遥安卓来做示范，那其他像雷电啊、夜神啊，设定的方式呢，其实都一样。第一个，打开你要跑的这个安卓模拟器的装置。好，那我们打开这个安卓模拟器开机之后呢，然后进入它的设定然后左边会有一个网路，然后呢右边会有一个网路模式，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去做设定。好，然后选择你的网卡。好，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跳出要求你安装驱动程式。那你就只要按照这个画面的提示呢去允许，然后去安装驱动程式就好了，然后重新启动。这个一样这个模拟器开机完成之后，设定的网路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详细设置的这个项目可以按。好，那这个 IP 模式呢，我们要把它改成静态。然后 IP 位置呢，就要设定你刚刚在多播器里面设定的那个对应的规则。我刚刚不是有
101、102、103吗？那你就去看说你这个模拟器，你这个视窗，你要让它走哪一个端口出去，那你就要设定那一个 IP 位置。好，那子网路这罩呢，就输入3个255，然后点0，然后再来呢网关就是 Gateway， 我们要设定刚刚你那个多播器的 IP 位置，我们前面是设定192.168.1.100。那实际的 IP 就是还是要以你设定的 IP 为主哈，我这边只是用.100做示范，那你们在用的时候不一定会设定100。好，那 DNS 呢就设定成你知道的，那这边我用 Google 的为例，就是 8.8.8.8， 那你也可以用中华电信的 168.95.1.1。好，那完成之后呢，直接按保存。好，然后我们再开下一个安卓模拟器。然后呢，再重复刚刚前面的步骤，去设定这个要出去的要走哪一个端口的 IP 位置。你每个设定好的这个安卓模拟器的视窗，它出去的这个 IP 呢都会分开独立。好，那像画面这样哦，因为我只用2个，因为我只剩2个 IP 可以用，所以呢就会像画面这样子，2个这个安卓模拟器它出去的 IP 呢都不一样。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被游戏端那边呢判断说是同一个 IP 位置，就是开很多分身，然后就被砍账号、被停权、被踢出去之类的。以上呢就是这个一线多播的这个教学，各位呢可以选择2个方式去做哦。一个就是看我这个影片，然后每做一步呢就停一下，然后做完了再看影片再停一下，一步一步做。那你也可以去点我们这个影片下面的说明里面，我有把它整理成一个一步一步的文章，各位可以点进去看那个文章，然后照着文章呢图文呢一步一步做，这样就比较不会做错。好，那这个方法呢，并不保证说你玩游戏一定不会被锁，因为这个还是要看游戏商他们的判断的规则。万一他们不是用 IP， 他们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判断，那也许他还是可以锁你。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规避被锁的方法之一，它并不一定保证你一定不会有事情。好，那以上的教学呢就到这边，希望呢可以帮到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们。好，那如果各位呢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